朋友们，这真的好久不见，打工人你懂的。你收看我的贵阳流水账式旅行 vlog。这次出门我完全就当了一回挂件，吃住行完全由我的批人朋友一手统筹。他是先在长沙碰头，然后再一起去贵阳。周五晚上长沙高铁站，毫不夸张，完全是人山人海。发现长沙的地铁站好多钟灵，我就说嘛，长沙老九门怎么可能会是假的呢？还没有出地铁口就已经感受到那个氛围了。上次来应该已经是2年前的事情了，没错，就是这个熟悉的感觉，好吧。再喝上一杯朋友已经准备好的茶颜悦色，然后呢，就去了一家藏在居民楼里面比苍蝇小馆还要小的文字小馆吃完饭。虽然我没有吃过很多长沙的饭店，但这家店真的很好吃，尤其是这个叫什么什么蛋的菜真的绝了，我拌饭整整吃了3碗。长沙这种商业街区真的特别好逛，店铺的种类又多，然后又很有烟火气。关键是它到了晚上10点、11点钟之后，人一点也没有变少，反而还越来越多。然后呢，就第一次以顾客的身份去夜店里体验了一下，我能够出来的感觉，声音大，味道重，耳朵实在是受不了。第二天呢，就早起买了一杯茶颜悦色，就直奔贵阳了。但是买错票了，买到了贵阳东站，没有地铁，只能打车去市区。贵阳吃的第一顿饭就是酸汤牛肉火锅，看上去就非常有食欲。关键的是它双人餐竟然只要70多块钱，还有这个煎的豆腐配上辣椒面，真的太好吃了。听司机师傅说，贵阳这边它一般调料、水果、蔬菜都是不要钱的，竟然是真的。然后调料的话，服务员小姐姐会帮你打好，然后你自己加一点汤就可以了。看这个牛肉真的是太好吃了。接下来就是外地人的必备挑战环节，上折耳根，挑战失败。吃完了就去酒店放行李，为了方便，订的是比较靠近市中心的位置，也才不到200块钱一天。来贵阳哪有不喝去茶山的是吧？抹茶控一定非常喜欢。打卡甲秀楼，不用提前预约，管理员会根据人数让你拍一下门口的票的照片就可以。远处那个很好看的房子好像是民族博物馆。贵阳这边太阳下山比较晚，我们沿着河边闲逛，然后一回头，夕阳下面的甲秀楼就更好看了。然后我发现贵阳这边的地下通道真的特别多，就想过马路，然后就一直在找地下通道在哪里。天明集市这边真的很热闹，而且很适合逛，商店就特别的多。我的冰箱贴也在这边买的。我先卖个关子，明天换个地方给你们展示。晚饭来吃大名鼎鼎的贵阳烙锅，我们从离开集市就开始排队，还排了40分钟。它中间这个豆豉的调料酱汁真的特别好吃，吃的有点油了腻了。然后朋友就带我来了一家，他说上次来吃了特别好吃的冰浆，然后就问冰浆和冰沙有什么区别。我点了这个黄瓜味里面还有糯米，口感真的很神奇，超级好吃。第二天早餐一早来吃了一个贵阳特色的牛肉米粉，基础款是12块钱一份，然后加牛肉是8块，它的牛肉的量真的非常的多，哭哭给它炫完了。吃饱喝足就来黔灵山消食了，黔南第一山，好吧，一样也是现场预约。贵阳这边阿姨们跳的广场舞都有一些民族风在里面，这种甩球的运动在我们这边已经见到过。这是一条非常长、非常长、一眼望不到头的穿过整座山的通道，走了可能有5分钟才出来，然后就开始爬山。牛马来见马楼了。没错没错，这就是我昨天在新民集市买的冰箱贴，特别好玩。下山为了保护膝盖，不是偷懒就坐缆车了，人都恐高也是很紧张。后来发现上山的索道要排1个小时，我的天！后来就去了亚洲最大的小区花果园，那非常震撼，说是住了有50万人在里面。看到路边有在卖蛋包洋芋，很好吃的样子，就买了1份，还加了脆哨。但是洋芋在我们这边的意思好像就是煮芋头，你们那是怎么说的？
中饭吃的虾酸牛肉，味道有一点奇怪，但是还可以接受。忘说了，雪王的这个冰鲜柠檬水和这种油啊辣的东西真是绝配。YYDS， 到了路边就能看到双子大厦和这个海豚，我一开始还没有发现它的眼睛是会动的，非常可爱。然后和没有亮灯的贵阳白宫合了个照就溜了。在路边看到下一站目的地的介绍，进了门大老远的就看到了，真的很好看。从这边看，谁能看出来它是一个天主教堂呢？第一次走到教堂内部来参观，它这个彩色的玻璃真的太好看了。当你从教堂的另一个门出来，你会发现，它的这一面就是偏西式的建筑风格，这种反差、碰撞、融合真的特别有意思。沿着教堂的小路出来，路边就是一家铁板烧店。我们也没有做攻略啊，闻着味道就进去了，然后真的很好吃。会有一个阿姨会在旁边帮你们把所有的菜都弄好。剪视频的时候就开始馋了，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能吃到。又是哭血了3碗饭。其实这个时候我的感冒已经很严重了，字已经完全不通气了。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出来，其实剪视频的时候我还没有完全好，这是最后一晚在贵阳啊，所以洗了个澡，我们还是决定出来吃个夜宵。酒店旁边就是一条小吃街，然后我买了一个洋芋粑粑，还有一个臭豆腐，然后他说这个是中臭的，最臭的已经卖完了。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太尝得出来味道了，就只觉得这个豆腐的口感有点太软了。小伙伴买了一个藕粉拌的什么东西，尝了一口，这个口感不太好形容，比藕粉更滑一些。然后到了本次旅行最惨的时候了，朋友说在外地吃不到这个豆米火锅，还专门学习了他这个吃的方法。但是他这个锅子上来，我一点味道都闻不到，喝汤吃涮菜也是完全没有味道。然后就突发奇想，再试了一下鱼腥草，嘿，您猜怎么着？面无表情的给它吃下去了。上吃了感冒药，第2天稍微好了一点。走之前吃了最后一顿豆花鸡丝面，面超级好吃，豆花这么吃也好吃。一不小心我又干完了。好了，谢谢大家能够看到这里，牛马要回家搬砖了，期待下一段旅程，再会啦，各位小伙伴。